6時，我們就一個排的新兵啊！但是我們是訓練，沒帶多少彈藥啊，我們也調大部隊來再說。等你調了大部隊，老百姓死光了！周一国，你給我站住！這是命令！徐连长，我現在沒時間跟你談你的組織紀律。周一國，你刘源，把槍給我下！你們誰敢動？周一國，你是要造反是嗎？啊，你這是犯錯誤的！說吧。為了營救被鬼子擄走的百姓，排長周衛國竟當眾違抗命令，還下令綁了阻攔他的連長許光榮。而這一切只因鬼子對李隴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掃蕩，就連年幼的孩童都慘遭毒手。甚至為了逼迫鄉親們供出虎頭山八路軍团部及周衛國的具體位置，鬼子竟還當着男人的面侮辱他的妻子。我知道八路軍在哪裡。你說什麼？只要你放过我老婆，我告訴你他們在哪裡。是真是的？那個周衛國就在2村，从我們李隴村繞着山往東走10里就能找到了。他的兵工廠，独立团的兵工廠也在那裡。男人本以為供出了鬼子想要的情報就能救下妻子，可毫無人性的鬼子轉頭卻將他殘忍殺害，隨後又將他的妻子強行玷污，甚至臨走前他們還將村裡所有的姑娘都給抓走了。但也就在此時，外出打獵的水生柱子等人正準備回村，卻在村外意外發現了不對勁。日本人的煙頭，坏了！鬼子進村了！預感到危機的水生拼命往家跑，可剛到門口就看見有日軍哨兵把守，而且屋內還不斷傳來妻子淒慘的求救聲，這讓水生的情緒瞬間崩潰。可為了救下屋內的妻子，他強忍悲憤，果斷出手，僅一劍就幹掉了門口的鬼子守衛，隨後怒吼着抽刀衝進屋裡。司马部督，救人啊！对于常年靠山林討活的獵戶來說，近身搏殺的刀法本就又準又狠，再加上對自家院落的每一寸都爛熟於心，這種近距離突襲的殺傷力有時候比正規士兵更致命。這也正是後來八路軍大力發展民兵和獵戶的重要原因。然而悲劇已然無法挽回，不僅他的父親已經被鬼子殘忍殺害，就連他的妻子也因不堪受辱，最終選擇了開槍自盡。短短片刻，水生家破人亡，極致的絕望和悲痛讓他忍不住嘶吼宣洩。這其實也是普通人遭遇至親迫害後的極致應激反應，極致的悲痛和屈辱徹底擊碎了他的理智，只剩下復仇本能。為了攔住這群鬼子救出被擄走的姑娘，水生讓最擅長跑山路的柱子趕緊去找八路軍報信，而他自己則帶領2個獵戶兄弟準備去牽制日軍，為八路軍的到來爭取時間。鬼子有好幾十人，咱們不能硬拼啊！怎麼辦？你們在對面高點，我在另外一邊，咱們沿着小路兩邊夾擊敵人，讓鬼子一時半會兒找不到咱們在哪兒。與此同時，正式接任3連4排長的周衛國正帶着士兵準備出操，可不久後突然一陣急促的呼救聲傳來：“救命呀！八路軍兄弟，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救救我們吧！”從柱子的哭訴中，眾人得知了李隴村的慘狀，不僅村子慘遭鬼子掃蕩，而且多名村內的姑娘還被鬼子強行擄走。目前水生正帶着幾個獵戶死守大石口，拼死拖延日軍行進的腳步，因此急需八路軍火速支援救人。鬼子來我們村，殺了好多的鄉親們，還搶走了好多的姑娘。4排的兄弟跟我走，走了，打鬼子了！聽聞有鬼子可打，周衛國瞬間戰意高漲，可不料連長許光榮卻極力阻攔。他直言當下形勢兇險，不僅敵情不明，而且貿然出擊，反而適得其反。鬼子5、6十，我們就一個排的新兵啊！再說我們是訓練，沒帶多少彈藥啊，我們也調大部隊來再說。等你調了大部隊，老百姓死光了！此刻的周衛國心裡像火燒一樣，他知道被鬼子抓走的百姓是什麼下場，每一秒都在往死路上走。可如果等命令走流程，老百姓的命完全等不起。他受不了的不是打敗仗，是明明能救，卻眼睜睜看着不去救。甚至許光榮見攔不住周衛國，竟然還當眾鳴槍示警。周衛國，你以為你還在國民黨嗎？這裡是共產黨八路軍的部隊，絕不允許你在這兒無組織無紀律。徐連長，我現在沒時間跟你談你的組織紀律。周衛國，你！周衛國的強硬態度徹底激怒了許光榮，他當即命令警衛員收繳周衛國的配槍。可有徐虎他們在此，誰也近不了周衛國的身。眾人一時間舉槍對峙，劍拔弩張，局勢一度十分緊張。周衛國，你是要造反是嗎？啊！你這是犯錯誤的！怎麼办？這場對峙其實就是2種作戰理念的激烈碰撞。許光榮也絕非貪生怕死之徒，他堅守軍紀，顧全大局，堅持摸清敵情後再穩紮穩打，這也是傳統正規部隊規避無謂傷亡的核心準則。而周衛國則信奉實戰優先，臨機決斷，永遠把百姓生命放在第一位。來來，我把，來。為了奔赴戰場營救百姓，周衛國根本無暇顧及軍紀處分，果斷讓人將執意阻攔的許光榮綁了起來。而從軍事倫理來看，這場衝突更是軍人終極使命的價值抉擇。雖然許光榮堅守軍紀沒有錯，但保護人民是八路軍的最高宗旨。周衛國選擇先救百姓，不是無視紀律，而是回歸了這支軍隊的初心。這種以生命為先的決斷，正是他最可貴的品質。因此，他義無反顧地抗命帶隊，火速奔赴戰場，趕往大石口打鬼子救百姓。而與此同時，另一邊水生帶領的獵戶
小隊憑借熟悉山林地形的優勢，再加上常年打獵練就的靈敏身手，不断对日軍展開游擊襲擾。他們正一點點拖住鬼子的推進速度，苦苦等待八路軍的支援到來。水生他們的操作其實也是敵後經典的麻雀戰戰術，不硬拼主力，利用地形優勢打了就跑，專門襲擾行軍隊伍。雖然不能全歼日軍，卻能有效拖延時間，為大部隊趕來爭取戰機。那麼接下來這場追擊營救戰該如何打響呢？周衛國能否帶隊全殲鬼子，救出被掳走的姑娘呢？我們下期接着解讀。